第一课，圣灵的属性与角色。圣灵是基督徒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它是神的灵，活跃地参与在我们的信仰旅程中。但对许多人来说，圣灵却是最陌生、最不易理解的神性位格。在本课中，我们将探讨圣灵的属性与角色，它在三位一体中的地位，以及它如何影响我们的生命，帮助我们更亲近神。一、圣灵的属性与角色。圣灵有许多特质，它是圣洁的、全能的、无所不在的，并且是有智慧的神。但圣灵的特性并不仅限于这些抽象的观念，而是能够真实地触及我们的生命。志明是一位初信者，刚开始每天读圣经，但总觉得圣经难懂，心中充满疑问。有一次，他在教会听到一位弟兄分享，说圣灵是我们的教师，能引导我们进入真理。这句话让志明很受启发，他试着在读经前祷告，圣灵啊，请帮助我明白这段经文的意思。结果那天他读到的经文似乎活了起来，每一句话都能触动他的心灵。原来他一直觉得艰涩的圣经文字其实隐藏着丰富的生命智慧，只是需要圣灵的帮助来揭示。圣灵的角色之一就是帮助我们明白属灵的事物，并将属灵的真理应用在我们的生命中。佩霞是一位刚经历丧亲之痛的基督徒，她的母亲突然过世，让她感到痛不欲生，甚至觉得神离她很远。有一天，她跪下祷告，只能反复说：神啊，我好痛苦哦，我需要你。在她的沉默中，她感受到一种无法言喻的平安充满了心灵，那种感觉就像是被一双温暖的手轻轻地拥抱着，让她在悲伤中找到了一丝慰藉。她后来明白，这就是圣灵的安慰。圣灵不仅仅是冷静的教导者，也是我们的安慰者。他也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，用他无声的爱与我们同在，安慰我们破碎的心。二、圣灵在三位一体中的地位。圣灵是三位一体中不可或缺的位格。神是三而一的，包括圣父、圣子和圣灵。三者虽各有不同的角色，但却紧密连结在一起，形成完美的和谐。圣灵来自圣父，是圣父向我们启示他旨意的重要方式。当神创造世界时，圣灵运行在水面上，参与创造的工作。有一次，一位不信主的朋友问家军，如果神那么伟大，为什么他需要圣灵？家军一时无法回答，但他回去查考圣经，发现答案就在创世纪和新约中。圣灵是神行动的表现，透过它，我们可以真实地感受到神的同在。圣灵在耶稣的事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耶稣受洗时，圣灵如鸽子降临在他身上，并且在他的每个行动中提供能力与引导。志明有一次对耶稣行的神迹感到非常好奇，他问牧师，耶稣怎么能行走在水面上？他真的是靠自己的力量吗？牧师告诉他，
耶稣是靠圣灵的能力行出这些神迹的，因为他选择谦卑的倚靠圣灵。这让志明明白，即使是耶稣，也完全信靠圣灵的引导，我们更应该效法。3. 圣灵与基督徒生命的关系。基督徒的生命离不开圣灵的参与，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，指引我们如何走在神的道路上，并在我们遇到挑战时给予帮助。春美是一位工作压力很大的职场妈妈，她常常感到自己不够好，既无法做好母亲的角色，又难以在职场中表现得出色。一次，他读到罗马书8章11节，若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住在你们里面，这句话给了他很大的力量。他开始每天早上花几分钟祷告，求圣灵赐给他智慧与能力。渐渐的，他感到自己面对挑战时更加冷静，甚至能在工作压力中找到喜乐。春美的经历让他明白，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，能改变我们面对困难的态度。志强和茉莉是一对常常吵架的夫妻。一次，他们因家庭财务问题爆发了激烈争执，几乎要离婚。在他们最绝望的时候，教会牧师建议他们一起祷告，求圣灵带来和平。一开始他们很尴尬，但还是试着彼此敞开心灵。渐渐的，他们发现自己的心变得柔软，愿意倾听对方的想法，原本的对立转为理解。最终，他们在圣灵的帮助下修复了关系。圣灵是带来合一的灵，它能帮助我们在破碎的关系中找到修复的道路。结语：圣灵是我们生命中的导师、安慰者和赐生命者，他在三位一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并与我们的生命紧密相连。透过圣灵的内住与引导，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经历神的爱与同在。这一刻只是开端，在接下来的旅程中，我们将继续学习如何更深地被圣灵充满，并活出他赐予的新生命。愿我们每一天都能更多地依靠圣灵，让他的能力充满我们的生命。